胸部和肩部都有外伤。凶手如此凶残，看来沈姑娘的死并非意外，一定是连环杀人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朱全的死状跟画本里的阿全一模一样？不仅是朱全，沈宁也是。花掌柜，这个画本是你创作的，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呢？你把我们叫到这里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此事我确实不知。其实我并不是花满楼的掌柜，我和花伯也是受雇于人，将你们请上岛找出画本真相。至于这画本是何人所写，我们也不得而知。你说不是就不是了吗？花掌柜，若你所言非虚，可知雇你之人是谁？那个人找到我时，穿着一身黑色斗笠，我并没有看清其容貌，而且他还压低了嗓音，也不知是男是女。不管这个人是谁，我们都应该离开这个岛，这里不安全。如儿，就算找不到宝图，我也一定会治好你的病。你说过要为我找到宝图，你现在就要后悔了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这地方不安全。我们谁也下不了岛。什么意思？那人说了，只有找到画本里的凶手，才能让大家离开，此前都不会有传来。这人就是想把我们困在这个岛上，然后一个一个杀死我们。我怎么知道你跟他不是一伙的？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人杀了沈宁和朱全，我只知道，没有找到画本里的凶手，他是不会放任何人离开的。你可以杀了我，但依旧改变不了你们的处境。那你还不快把画本都拿出来！我这里只有3个画本，后面的画本那人还没有给我。他如何给你画本？他会把画本放在我看得见的地方，但每次放的都不一样。这么说来，雇你之人也在岛上？那一定是那个人杀了沈宁和朱全，他肯定躲在某处，伺机行凶。不，现在还不能确定杀了沈宁和朱全的凶手就是花掌柜背后的雇主。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他把我们所有人困在岛上，目的是让我们找出画本中的凶手，但其真正意图应该是找出当年徐府灭门案的真凶。既然各位都不愿意休息，那不妨说说，这2天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？如何？画本结束之后，我就休息了。期间，我看到周玉散步经过，反正好啊。我当时的确在散步。哦，对了，我外出散步的时候，发现沈宁姑娘的房门从外面锁了，应该是出去了。你散步的时候就没有见过沈姑娘吗？我当时只在院子里散步，但是有人进出，我肯定能发现。这么说来，沈姑娘没有走出花满楼，而是去了花满楼其他房间。会不会她是去了凶手的房间？我看见了一件事情，不知道能不能成为线索。沈宁姑娘被发现的后半夜，我听见屋外有动静，我便打开门悄悄地看了一眼。我看见周公子和柳姑娘一起扶着朱全回到他的房间。当时我以为朱全只是喝多了，但现在一想，当时的朱全好像是昏迷着的。
周玉公子，你可否解释一下？当时，我和如梦发现朱权鬼鬼祟祟地往外走，我俩便追了上去。但是中途跟丢了一段时间，待我们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地上昏迷了，所以我们俩人便把他抬回房间。等他从房间里面醒来，我们盘问他，他却什么都不肯说。如何能信你的话？万一是你们夫妻二人联合骗我们的呢？你没有证据就胡乱指证，莫不是想混淆视线？你们大半夜不好好在自己的房间里待着，谁知道是不是出去做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呢？你血口喷人！我看那时候你不想报官，你才是心里有鬼吧？你再敢胡言，我就杀了你！你若敢动我娘子，我也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别吵了。如果有人说谎，他一定会露出马脚。如果凶手在我们中间，那他一定隐藏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我看不如这样，今天晚上我们轮流值守，先把今天晚上度过再说。大家觉得如何呀？竟然还能睡得着？于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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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伤口，没有脉搏，他死了。这也太蹊跷了吧！我们都在这儿，他是怎么死的3起命案如此离奇，难道不是人为，是诅咒？你这话是何意？你们难道没有听说过徐家诅咒的传说吗？相传，徐老爷当年发家致富，是误闯了黄大仙的仙宫府邸。他不仅发现了长生的秘密，还带走了一大批金银珠宝。可这仙宫里数以万计的宝贝，那是徐老爷一个人能带走的。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，就杀了黄大仙，然后将仙宫府邸的位置画在了图纸上。这也就是传说中的长生宝图。但徐府从此受到了黄大仙的诅咒，最后满门惨死。你胡说八道！徐老爷是赫赫有名的医商，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儿？你瞎编的吧？这个传说我也略有耳闻。你看，我不是瞎编的吧？如果是诅咒，那岛上的命案是怎么回事？也许是黄大仙在用这种方式阻止大家找到他的仙宫府邸。虽然大家都是冲着这彩头而来，但谁也不想在此而丢了性命，不是？一派胡言！什么诅咒？徐府灭门，岛上命案，一定都是人为。既然这岛上命案和徐府灭门案有关系，而我们不继续画本，也会有人被杀。那么目前，我们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继续画本，找出更多的线索。